大家好，我是 Cici。最近我去了日本中部7天6夜，从金泽到白川乡，从高山到上高地。回来之后，很多朋友问我哪里最漂亮。老实说，出发前我以为自己会记住白川乡的河长村，也以为最震撼的会是上高地。旅行结束之后，我慢慢发现，真正留在记忆里的从来不只是风景，而是那些原本没有预期却让人久久忘不了的瞬间。今天想带你一起走一趟我的日本中部之旅。我们从小松机场出发，来到金泽，一下车最先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古门，巨大木造结构矗立在车站前，让人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。放下行李后，我们来到近江町市场，这里被称为金泽人的厨房。市场里到处都是刚刚上岸的新鲜海产，甜虾、海胆、干贝、螃蟹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我们先点了一份海鲜拼盘，每一口都吃得出海鲜原本的鲜甜。吃完之后继续逛市场，这时候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很多人不是坐下来吃，而是直接站在摊位前享用最新鲜的海产。当然我们也忍不住加入了，而让我最惊讶的是甜虾，那种鲜甜几乎颠覆了我对虾子的印象。下午我们来到东茶屋街，木造町屋沿着街道排列，漫步其中，仿佛走进另一个时代。当然来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尝试金箔冰淇淋。金箔本身没有味道，但搭配浓郁的牛乳冰淇淋，意外的非常好吃。第二天我们来到兼六园，6月初夏，整座庭园是一片舒服的翠绿。之后也漫步在金泽城公园，参观了当地博物馆，历史文化与现代艺术在这里自然共存。金泽给我的感觉不喧闹，却让人回味。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，这趟旅程最难忘的画面正在前面等着我。出发前我看过无数照片，冬天的雪景，春天的新绿，还有那一栋栋经典的合掌屋。所以当巴士慢慢驶进山谷时，我其实非常期待。只是我完全没想到，后来让我念念不忘的不是照片里的白川乡，而是眼前这个下着雨的白川乡。细雨轻轻落下，山雾缓缓升起，合掌屋静静矗立在山谷之间，那种安静比照片更迷人。走着走着，为了躲雨，我们走进一间叫洋茶的小餐厅。原本只是想避避雨，没想到却吃到这趟旅行最让我意外的一碗拉面。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味道。但真正让我爱上白川乡的，其实不是这场雨，而是那天晚上我们住进传统温泉旅馆，换上浴衣泡露天温泉，慢慢享用怀石料理，那种节奏和平常生活完全不同。入夜之后，整个白川乡慢慢安静下来，安静到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，没有车流，没有喧闹，甚至连说话声都变得很少。那种宁静在现代生活里其实非常难得。而第二天早上我们特地早起，前一天的雨已经停了，整个白川乡被群山环绕着，经过一夜雨水洗礼，山上的树木显得特别的青绿，那种绿是一种干净透亮的绿，仿佛整座山都被重新洗过一次。而温泉升起的白雾正缓缓飘向山谷，青绿色的森林，白色的雾气，还有安静的合掌村。眼前的景色
美得让人舍不得打扰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白川乡最迷人的不是来看看，而是住下来。离开白川乡后，我们来到高山，原本只是行程中的一站，没想到最后却成了我停留最久的地方，整整3个晚上。高山有历史，也有生活，当然还有令人难忘的一坨料理。但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其实是一杯茶，加贺棒茶。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休息，没想到却喝到一杯回台湾后还一直想念的茶。后来甚至专程到米泽茶店买回家。有时候旅行的纪念品不一定是伴手礼，也有可能是一个味道。而高山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明明已经是6月，远方山顶却依然覆盖着白雪，而隔天我们就要更靠近那些白雪。抵达上沟地的第一眼，我真的停下了脚步。远方的桂高连峰巍然矗立，而这也是许多人心中的日本阿尔卑斯山。但后来我发现，真正让我难忘的其实是河童桥之后的那段路。从河童桥走到明神池的途中，我们发现了树丛中有许多可爱的日本猕猴正在丛林当中嬉戏。原本以为明神池就是终点，没想到再往里面走，森林深处还藏着另一份惊喜。一道小瀑布从岩石间倾泻而下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，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静静听着瀑布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时间好像慢了下来。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风景真正珍贵的地方，并不是看见了什么，而是它让你愿意停下来。7天后，我们准备回家。回头看，我记得的并不是景点介绍，而是那些原本没有预期的瞬间。一个味道，一场雨，一杯茶，一个安静的下午。原来旅行最珍贵的，从来不只是去了那里，而是那些让你愿意停下来的时刻。我是 Cici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旅行，欢迎按赞订阅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这趟旅行里哪一个瞬间最打动你。